去，把接遮大妖给我找出来。老娘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没有见过哪个活腻歪了的敢来我这儿放肆。万年蛇妖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哦，你就是那个活腻歪了的。原来金丹在这儿。来者何人？此人竟还活着，这战斗力与几天前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，不能与他硬拼。沈离，小心！
这，给我把金丹抢回来。星芷，你醒了。金娘子说，这里是她丢掷邪念欲望的地方，她在这里施了封印，应该没那么容易出去。他倒是会挑地方。此处本就是天地大道间自成的一个封印之地，再加上他的法术，易进难出，这儿确实是一个封印妖物的好地方。金娘子跟我说，跟我体内这股灵力所抗衡的，或许是妖力。她都能看得出来，你与我相处了这么久，难道没有看出来？你为何不曾跟我提过？罢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，没提就没提吧。你还好吗？你们还活着吗？这外面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群不长眼的，倒是不难对付，就是有些难缠。这不是把奴家给缠住了，还害你们掉进了这个地方。你既然都来了，让我们出去吧。神君，这你可为难奴家了。奴家在这地方设置了几千年的封印了，哪是那么好解的呀？这个口呀，只能进不能出。你们要是想出去，得到达一个阵眼，那里才能出得去，就在后山上。行了，我去那边接应你们。他的身体还得继续治疗呢。走吧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撑得住。好了，我背你。来。你受伤了？没有。这是之前在东海的时候受的伤吗？没事。别背我了，放我下来。别动。我自己能走。别逞强。
没事儿，我们尽快找到阵眼。我可以自己走。如此，便只差碧海藏珠了。行止此前冰封东海，深中带伤。沈怡也是半个废人，算是强弩之末。今日正好趁此机会找到沈怡，一举夺得碧海藏珠。这是哪儿？灵蛇之地。星矢，我们还有多久才能找到阵眼？我的身体烫得有些不对劲。必须立刻融合碧海藏珠，不能再拖了。去那边打坐。走。你告诉我，他是如何给你治疗的？让寒气运行我周身血脉，助我融合碧海藏珠。好。星矢，闭上眼，定心神，这样我的术法才能更容易游走你周身血脉。何必如此费力呢？谁？定心神。有人说话。这里的气息本不轻，被傀儡的瘴气影响，变得更加浑浊。所以你一定要清醒精神，不受它影响。他为你疗伤，运送功劳，背上的伤你也看了。要咒语如何，天然之法最属于你。胡言乱语，不可能！有何不可？他是神，身负天下，他不能动私情。他不能动私情是他的事。你活该，你是圣人，没人规定你不可以动私情。既然他需要更有证据，大能主动不就好？滚！
既能让他不犯天道，又能满足你的一己私欲，究竟这是什么？没人会知道的。你从来只会压抑自己，克制自己，一心只想守护灵界族民，盼望天色消失。你可曾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？一生就放纵着你的死，就在这儿，没有人会知道的，天道也怪不到行止之头上。这是一世没有，一世的克制不住。你很爱他有深爱，你很爱他有深爱，你还不知道。沈怡，你看啊，沈怡，看啊，沈怡。你拦不住我！就算今日死里反噬，凌迟抓捕，你也拦不住我！从前从没觉得三界有多大，而今时今日，我竟然连一个东海都寻不完。苏哲，这便是你听到的冰封东海，也是他本上山心头爱的由来，更是他的不堪回首和难以忘怀。这就是你的这一离开结的果。千年过去，还不够。天道诞生，若不想你们动情，却又为何赋予你们七情六欲？天外天，上古时，一个个离去，只留你有身骨气，打破它又如何？这天道为孽又如何？你故意引诱我，在这阵法里看到这一幕，意欲何为？我能看到的，我能让你看到的，不过是人的欲与欲，这些就是行止的欲，是他挥之不去的心头梦魇。而我是你心中的欲，把是留下来，把是你留下来。我就是你想做又害怕做的自己，把是你留下来。你一定要定心神，知道吗？对不起。你为何与我道歉？若你我不曾相遇，我从未爱过你，你我也未曾就好。阿离，我活了这么久，数万年的光阴，可最让我庆幸的，就是遇到了你。可是你遇见我，你便受到了天罚。我受到逆天惩罚，并不是因为遇见了你，而是因为失去了你。
我早就想这么做了。阿离，我觉得我没有克制一下。我很冷静，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不许拦我。如果选错，那也是我的错。这么久没来后山，那地方在哪儿来着？这力量，我功法回来了，甚至更胜于前。今日一事，皆是我的过错，神君无需自责。第一，我没有自责；第二，你有什么过错？第三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一直都很清醒。你疯了？约摸着是吧？从你葬身东海的那一刻起，我好像就不大正常。不行，我可以疯，别人可以疯，甚至三界都可以癫狂，但是你系着他们的命，你不能疯。可是我早已经坠入了万丈深渊，我挣扎过，我拒绝过，可上天还是不曾放过我。阿离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若只是动了情，未曾行逆天之事，便也不会受到天道反噬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先想办法出去吧。金娘子说有人攻山，怕是……沈莲，我活了这么久，也就只遇到你这么一个女人。你在想什么？那事儿之后，你可以立刻跟我翻脸，谈正事，还没有半点含糊。啊？先前我还未曾注意，但这一回，又见到那些散发着瘴气，如同傀儡一般的人，倒是让我想起一段往事。当初魑魅祸乱灵界，你听说过吧？听过。数千魑魅出现于灵界，这并非偶然，乃是由上一届灵尊六明以秘术炼制而成。六明觉得仙界无能，不甘心与仙界平分天运，欲灭之。然而遭受朝中大臣的极力反，以恐损灵界族民之忧挡了回去。六明心有不甘，私下炼制了数千尺弩以攻打仙界。
当时魑魅的数量过多，力量过于强大，致使他无法掌控。然而有魑魅之后，灵界无力抵抗，便传输给星星，天君才来寻我，便有了之后封印魑魅一事。当年与谢尾狐一战，便弄得我灵界战士狼狈不堪。可想而知，这数千头魑魅的力量有多可怕，而这竟然是被一个人炼制出来的。而那人若是没有你的封印，只怕会害尽苍生。当年初下灵界，我首次与魑魅对战，不知道他们为何物，但我发现他们很难被刀剑法术杀死，即便他们被杀死，也会变化成一股黑烟，被附近的魑魅吞到腹中，从而增强另一只魑魅的力量。若是如此，封印他们确实是最快的方法。而此前，我为此感到抱歉。你有没有想到什么？什么？极难杀死，黑色瘴气，行为疯癫。那些傀儡，还有追来的黑衣人，也是类似于魑魅。我们第一次在锦绣城跟他们遭遇时，他们或许尚未做得完全，但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下来，倒是让我觉得炼制他们的人技术见长。浮生，他为什么会知道炼制魑魅的方法？又为何会知道你的止水术？他究竟想做什么？依我看，浮生此人未必知晓全部炼制魑魅的方法，否则他大可直接炼出魑魅，又何苦折腾出这么些看起来还像是个半成品的傀儡？他应是知道一些，而我记得六名已经被我斩于剑下，世上不该还有谁记得炼制之术。而所谓的止水术，在我看来是凝冰术，你说过。对，没有神力，如何操纵神术？至于他们如何知道神术，你可还记得顾城锦？记得，顾城锦谨言是动了私情的青叶被夺去了神格，是你的挚友。是。止水术是我的术法，但我却教了一些给青叶。而顾城锦那时，浮生他也出现了。兴许是他设法窥探到青叶那些关于神明的记忆。止水术，他可能学到一点皮毛。现在想一想，当时有许多事都是他暗自动的手脚。烧你的院子，小河的忽然发疯，都有他一份。那你说，他要做这些事，他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？他的目的是徐天渊。彼时魑魅逃出，重伤边界守军。
而后不久，你便来灵界重塑封印。再不久，人界地仙山灵被相继抓走。虽不知他们抓山灵地仙的具体目的，但必定与浮生造出半成品的傀儡有关。放出去！放出去！这是你们干什么？放我这里！放我出去啊！放我出去！那时我还在锦绣城中，放我出去！我与被炼制成傀儡的子夏交手。想来，他这些炼制魑魅的方法，皆是来自于虚天渊中。那么多的事情，当时看来不过是表面的模样，好似一切都是自然如此。原来在表面之下，竟还有另外一只手在推着事情发展。那这些事儿，你一早便知道。我也是待线索多了以后，才慢慢把事情串联起来。那我们要快点出去。我要回到灵界，尽快禀报给灵尊，做应对之策。1000年前，我封印魑魅之后，元气大损，无力再掌管灵界。你的师父沈沐月成了现任灵尊。我对他不甚了解，但我敢肯定，他要弑瞒你。灵尊会欺我瞒我，但绝不会害我，我相信他。你若是也会如此信我，那该多好。那不一样，他与我来说亦师亦母，没有他我活不到今天，所以他就算是欺瞒我一生，要了我的命，给他又何妨？我怎会让你把命给他？事到如今，你让我怎么舍得？金娘子不是说与我们来会合吗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她不会有事儿吧？这你根本就不用担心。不说别的，论逃命的本事，他是1等1的好。哎呀，奴家这好不容易才脱身，这还想着下来救人呢，便听见神君这样说奴家，真是好让人伤心啊。奴家不依，神君得与奴家道歉才是，不然奴家就不救你们出去了。如此，我便不道歉了，你自己回去吧。哟，神君这是还想和妹妹待在一起呢，那奴家可更不依了。好了，赶快吧，带我们出去。走吧。刚才在里面，你没有被欺负吧？没有。哦，没有。神君一身清正，这些邪念自是无法造次。快走吧。啊，妹妹，你的功力恢复了，你是怎么治好的？小心！这些是什么东西啊？
可糟糕了，这不可能啊！他哪来这么大的力量，把我的封印都冲破了？依我猜测，或许是他们吸食了我们的情绪和欲望吧。沈君，你的欲望是有多强烈啊？你这可把奴家给害苦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何你如此害怕？我才不怕呢！奴家好歹也往这里面扔了上万年的脏东西，这时间一长，它们就凝出来一个形状，就像是奴家的一个分身，所以比较了解奴家的弱点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你也不能与他对阵，由我去收拾他。妹妹，你怎生如此有担当啊？好好说话，不要做没有必要的举动。哼！妹妹放心，奴家收拾得了。他就是麻烦在最能蛊惑人心。你们在里面的时候，定是中招了吧？行了行了，那奴家要去抓他了，就不送你们了。你们顺着这条路出去就好了。走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我刚才在外面的时候，跟一群冒着黑气的怪人打了一架，打完我才发现我的内丹被他顺走了。虽说我要不要那内丹都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凭什么白白给了他们？我不管，你们得去找他们算账，给奴家讨回来才是。走了。哎，浮生，他们为什么拿他的内丹？日后自会水落石出。我们走吧。谁？莫风，沈王爷，好久不见。这是浮生。记住共生，莫方的身体已被浮生所控。浮生，今日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一个废了的碧苍王和一个重伤的上古神，也想与我算账，凭什么？如今我是不宜动手，但谁告诉你他废了？融合了内丹之力，这才是神力。停滞背景，仿似天塌也能靠一己之力挺起来的碧苍王。
看来他已经完全融合了碧海苍珠，变得如此厉害。如今少主这身体是对付不了他了。尔等蝼蚁，竟敢亵渎神明！他们还没对我怎么样，你便动了这么大肝火。总把你当成病秧子。先追人吧，他被你的火焰击中，应该跑不了多远。走吧。嗯。这个林子的雾很奇怪。这应该是他们设的障眼法。得把他找出来，问出浮生的计谋。我们分头去找。心机。你看见了吧？他对你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啊！闭嘴，少主，你为他所做的一切根本不值得。我叫你闭嘴！谁？为何帮我？你救过他，他不愿杀你，我随他所愿。他总是嘴硬心软。你以为你很了解他吗？你不过是后来者。后来居上。你远不了解他。打不过呀！什么灵尊弟子，不过是运气好，被灵尊收为弟子而已，浪得了虚名。你不过是投了一个好胎而已，没什么值得骄傲的。你这是救生人。以身为阵，以血为引，祭奠生灵，凡人皆可通五行之力。救命啊！快救我，师傅！沈离，救命！你太令我失望了，竟然偷猎邪术！我知错了，快救我！
闭嘴！歪门邪道，只会毁了你的未来。今日不让你吃点苦头，你如何长教训？连旁门左道也走不通，沈离，你这灵尊弟子毫无慧根，空有其名。魔方，你给我滚！你凭什么命令我？啊！这声音是龙敖，龙敖是6名坐骑，早在7年前便被灵尊封印，他怎么可能逃出来？有人解除了灵尊的封印。阿离，等会儿我拖住龙敖，你带他们闯出去，回都城本救兵。那个黑脸怪，谁？莫方。莫方，他在那儿。真好，你掉队，跟我走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！别愣着，过来跟我一起扛人！你不是灵力很强吗？你的灵力呢？原来他是为了救我，他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坏。休想伤我灵界之人！用我炽热一手把点燃世间的虚妄，心跳花火绚烂天上还算不晚。蓦然回望，刹那间的血眼夜光藏，释然心的目光。自那时起，我便跟王爷征战沙场。若没有你，少主说的太对了。若无行止，你本有一线希望。走到今天这步，都是因为这位上古神。听我的，打开虚天渊，闯出魑魅，颠覆三界，那沈离还会是你的囊中之物啊！闭嘴！看来你会种树，也并非全都是他人之作。你怎么把他放走了？此前你不也放过他一次吗？
仅此一次，还他救我出地牢之恩。下次见面绝不手软。那是什么？天外天落石。天外天落石？看来我得回去看一下了。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当然得回去。赶紧走吧，别磨蹭了。我是灵界何人，胆敢擅闯仙界南天门？我是地藏王府的侍女，我来仙界找行止神君。你可有灵尊手谕？我没有，我就是来找行止神君的。他把我家王爷的赤羽枪拿走了，那是某王爷的遗物，是属于我们灵界的。我来找神君，让他还给我们。你没有灵尊手谕，莫说寻找神君了，哪怕是仙界，我们也不能放你进去。你快回灵界吧！我不回去，拿不到王爷的枪，我绝不回去。不回去，我们也不会放你进去。难道你还想在这耗着不成？我不管，王爷的枪我一定要带走。我仙界南天门，岂容你在这放肆！尊上，这是灵界各地的奏章。还有一事，王爷的侍女肉鸦似乎去了仙界，要去找行止神君讨回王爷的断枪。要将他带回来吗？让他去讨吧。是。尊上刚才没让咱们俩把那小丫头抓回来吧？尊上也一定很想念王爷吧？他希望肉鸦能将那断枪讨回来，纵使知道不可能，可总要有一个念想吧。是啊，人回不来，物能回来也行。我问你话呢，神君在哪儿？如今神君心神不稳，我让你看着他，就是怕出什么意外。现在天外天往下掉石头，你竟然告诉我神君不知道在哪儿？你最近是不是又到人间吃喝玩乐去了？啊！我以为你成长了呀。
我答应了神君不说，黄爷你要斩便斩吧。这天外天往下掉石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你今日要不说，我定斩不饶。左右那天外天落石，也只落在人间的山野荒地，并未造成多大损害。我能让神君逍遥一天是一天，绝不供出神君行踪。你气死我了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们给我等着！这苍王，竟真的是他！居然还活着！我去禀告天君，快去！神君，这是要去天外天，神君请留步。前些日子因您在东海处行事稍激，天外天有所松动，现在回去怕是不好吧？可有伤到人吗？只是零星落石，在仙界并未伤人，不过将九重天砸出了洞，落入了下界，万幸没有伤及下界黎民。神君，神君留步啊！神君留步！居然和神君，真的是神君！神君，他还活着，你这真的被神君找到了！你糊涂啊！这个逼苍王真是祸害1000年，神君如此行事，怕不是着了那神离的道？哎，说不定这还是灵界的阴谋呢。对啊，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，你也有这么一天，被认为是祸国妖姬？神君，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开玩笑，一点都不好笑。李苍王，东海涅槃，乃是三界一大幸事，我等也知知己难觅，但世间难有两全之事。望神君谨记重责，怜三界疾苦，苍生不易，愿神君自断情谊，以保天下安危。望神君怜三界疾苦，苍生不易，愿神君自断情谊，保天下安危。你看，没人愿意祝福我们。三界疾苦我知，苍生不易我也知，只是行止至今从未做过伤害过苍生的事，众仙家以从未发生的事来论行止的罪，实在不该。那神君前些日子在下界以止水术冰封东海10天10夜，违逆天道，以致神体受损。天外天已有所松动，瓦石覆下，穿9重天而过，落入下界。虽未伤人，但却让万顷山林被毁，连绵大火在人界山中烧了整整半月。雷以百计的山林土地，连日施法灭火。敢问神君，此事可否论罪？此事是我的过错，理当论罪。那神君作为最后一位尊神，如今天外天已与神君身体紧密相连。这一次，神君寻回碧苍王，只是令天外天落石降下。那下一次，他若再遇意外，神君你岂不是要拉着整个三界来陪葬？敢问神君，苍生如何能安？神君莫怪，乌元仙君性直严厉，但说的不无道理，还望神君三思。望神君三思。碧苍王，你忍心眼睁睁看着神君万劫不复，三界因你陷入动乱吗？此件事是我一个人的错，跟碧苍王毫无干系，还望众仙家不要胡乱指摘。再者，行者有错，但只错在妄动神力，违逆天道，而并非错在
心属一人。听神君这意思，是打算一意孤行了？这可不行啊！神君，万万不可呀！神君，天外天松动，我自有补救之法。人界山林烧毁，我也愿意承担责任。可唯独沈离，我一步也不会退。且不论你们，就算是他，也不能说不。神君与三界有恩，我绝不会对神君动手。但神君对沈离若再执迷不悟，我也不会袖手旁观。神君今日若不和沈离分开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离开。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此事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不服者，借逼苍王的话，尽管来战。没事。天君与众仙君所言，沈离心中自有分寸，神君有神君的想法，沈离也有自己的原则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要先解决天外天落实的事。看来碧苍王还有分寸。眼下天外天落实一事，确实耽搁不得。望神君连三界疾苦。望神君连三界疾苦。我到仙界，就是要回天外天，解决此事。这次解决了，那下次呢？下下次呢？又该如何？你们二人，我与仙界众仙绝无祝福。怎么了？这便急着找回你的原则了？此前我没有出声，但也不代表我赞同你的想法。你跟我在雪山已经……雪山是我的错，我当时便认了。既然你都认错了，那你不打算负责任吗？抱歉，我不负。好一个负心汉，薄情郎啊！我的想法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是知道我的。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这件事在我这儿没有回旋的余地，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。先去天外天吧，如你所说，解决天外天落实是当务之急。这个忙，你总得帮我。走吧。
要去死。去守好南天门。是。你是灵界的人吗？我是灵界碧苍王的侍女，找星至神君拿回我家王爷的枪。哼！碧苍王侍女，你家王爷好大的本事，把神君迷得神志不清了。他已随神君前往天外天，断枪取不取我不知晓，但我看他已把神君的心都给取走了。王爷，你说什么？我家王爷他还活着？他何止是活着，他可活得太好。我要见我家王爷。仙界岂是你想入便入的？自去请了灵尊守御，再来找你家王爷吧。你此前都是从这里进入天外天的？他们灵位的所在之地，自然是离天外天最近的地方。天外天从不允许神明之外的人踏入，你带我进去，可会遭到天谴？这我也不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没有其他人上去过呢？从古至今，爱上别人的上古神，我又不是头一个。依照我对他们的了解，没有谁会像传闻中一般正直乖巧的。这天外天的星辰，好美啊！是啊。这里之前一直是这样的吗？是。若这些山石都掉入下界，是不是与你身上的伤有关？不能再让它坍塌了。
星辰。血亏有疾，千行归一。你的身体这不就拉住了吗？你看那些仙界众仙，动不动就拿三界苍生来逼我。纵观三界苍生，还有何人受桎梏如我？你位于高处，受苍生爱戴，得天之大利。这三界，又有谁受供奉如你？哪有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的事？我就是抱怨一两句罢了，这也能换来一顿教训。在灵界，我吃穿皆是受他们供奉而来，我没有别的本事，唯有用武力来护住灵界子民，让那些心甘情愿供奉我的人得以平安，也算是对得起他们。行者神君，你我或许有生而就要做的事情，这是责任，也是使命。你以为这些道理我不知晓吗？我喜欢你，我比任何人都渴望与你在一起。我想跟你回到那个院子里，我们坐在葡萄藤下，吹吹风，晒晒太阳。我此生只爱过一人，那人皆是你。我有的时候因为喜欢你，而变得连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。但我很明白，感情并不是我活着的全部理由。我有我非做不可的事，你也有你非承担不可的责任。所以，不是全部理由，但至少是你活下去的其中一个理由。这对于我而言便够。我的责任我自会承担，你要完成的事我也会替你完成。若什么都要你做了，那还要我来干嘛？你就在此安然无恙便好了。荒谬！既然天外天的落实已经被你掌控，那我便回灵界了。我不会放手。岂有此理！我做什么为何要征得你的同意？我会心疼，
不会心疼你。那些危险的事，就交由我来做。行止。我并非任人把玩的雀鸟，不能囚在牢笼里。这样说来，寒日。你说你真的很不靠谱，让你看着神君，人神君都回来了，你都不知道。我哪知道他们这么快就回来自投罗网？还有先前让你跟着黄爷爷去南天门，我都听说黄爷爷跟神君差点在南天门打起来，你都不知道。那黄爷爷让我跪着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没有神君的气息啊！他和沈离当真来了？哎，没有你，没有爱，没有泪，没有你，没有爱，没有泪。看来你们也不认同我这样行事。但我只能这么做。神君，你还好吧？碧苍王呢？哎，对啊，不是说沈律与神君一同过的南天门吗？他在天外天。是王爷想自己留在天外天，还是神君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现如今他只能在天外天。神君，你这是把他囚禁在了天外天？囚禁？你这么说的话，那便是了。神君，这怕是不妥。此事是我一意孤行，谁也拦不住。天外天落时，蕴含着天外天的灵力，我不能放任它流落到下界。我要一一把他们拾回来。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，你们就……天外天落时，我随神君一同去。但下界若有图谋不轨之人，打着天外天落时的主意，没事，我这段时间锻炼了一下我的进化之力，或许能帮上忙了。哪怕只是帮神君确定那落石的位置，这样也能加快收集速度嘛。如此也好。神君，你这是加强了我的进化之力，就当做是我对你的谢礼吧。大人，您终于回来了。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
有没有仙灵两界的人追查来啊？大人，仙灵两界最近因空中落石的事忙得不可开交，并未前来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控制住我吗？是星之石那道法术，上古神的确有几分本事。再用最后的力量来困住我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说过了，不准再伤害神一个神灵，竟让你忘却了生养之恩吗？一心偷袭未有，让我为父报仇，叫我以后面对世界，并非真正拥有血肉之躯。不知世间并非只有忠诚与仇恨。若早知如此，1000年前我就不该冒死把你救出来。这些年，我已经醒悟的太晚了。你可叫奴家好找啊！天外天的石头都快砸下来了，你还有时间抓我？别说是天外天的落石砸下来，就是整个天塌下来，老娘也要抓你！你不管这些破石头，待这些石头落下来，这一城的人可都没好果子吃。收拾这破石头是别人的事，收拾你却是老娘的事。你本就是我的欲望孕育而生，还不知道老娘的脾气呢。想用这事逃脱，没门儿！修仙者也敢坏我的事！哟，这是哪来的凡人修仙者？竟然还救了奴家呢！方才情急之下贸然出手，现象看来，仙长并不需要我的帮助。居然敢不听完奴家的话就走！快起来！
你救得了一时，也救不了一世。天外天落时，上面怕是出了大乱子。你现在救人，没什么用。至少现在我心无愧。快走！你能救多少？能救多久？无愧于心。能无愧到什么时候？唉，算了，看在你今日也算帮了奴家的份上。看来上面也不算是太乱，该负责收拾的还是在负责。遇见我，算是你的机缘。灵尊，天外天落时撞入了被灵界遗弃的旧城，并未造成灵界子民伤亡。灵尊，徐天渊呢？自从上次神君重塑虚天渊五行封印后，虚天渊一直很稳定，并无瘴气泄露。此次天外天落时，也并未殃及虚天渊。好。灵尊，谁的丫头，还是这么没大没小，什么地方都敢乱闯。罢了。枪药回来了。尊上，是王爷他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是真的，仙界的仙君亲口跟我说的，说神君带着王爷从仙界的南天门境。尊上，尊上。见过神女。兰儿何事啊？黄爷爷，何事说嘛？那我说了，你别激动啊。啊，不激动。那我真说了，神君将碧苍王沈离囚禁在天外天了。什么？你敢呀？沈离不是说他有原则吗？办事情他的原则呢？哎呦，这事儿的症结在于神君，不在于碧苍王。啊，神君主动呢？糊涂啊！他神君呐，他如此执迷不悟，让我等如何是好啊？你看你总是这么激动，那不激动怎么样呢？让我微笑吗？哎呀，那便上天外天，将我灵界的碧苍王带回去。神君，没事，我已经感受到前方的落石了。你先到其他地方先搜索一下，待我收了这里的落石，便去找你。好。灵尊为何而来啊？行至神君，将我灵界的碧苍王带回天外天，强行囚禁，
此事实为荒唐，我灵界定不会坐视不管。沈离，我定要带走。可天外天除了上古神，无人能进呐。听闻幽兰仙子幼时体弱多病，天君曾求神君相助，仙子被神君带到了天外天，仙子得此殊荣，便有了神女一称。不知神女是否知道神君登上天外天之法？我那时年幼，确实是记不得了。如何从上古神的房间去天外天，我是真不知晓。而如今神君下界寻找天外天落实，恐怕我们是找不到上天外天的办法了。神君去下界收集落石，他不在，我们才能去找办法。无论如何，还请天君引我去西院一试。让碧苍王回到灵界，那也正是我所求啊。叨扰诸位神君，实为我等过错。可事到如今，我等别无他法。星指神君乃上古最后一位神君，如此行差踏错，累积3界，为时不改呀！我等愿劝说星指神君止于歧途之处，能规劝他寻回初心。幽兰啊，你可还记得神君带你上天外天之前，吟诵过什么咒文，或者是启动过什么阵法？神君当时就看了我一眼，就是那一眼啊，便是上天外天的关键呐！哎呀，黄爷爷，当时神君就很寻常的看了我一眼。神君行事何谈普通，定有蹊跷。那我试试。试试。好，我试试。来，丫头。当时神君就这么看我的。哎，那边再试试。哦，对对对。那我再换一遍。你下来。啊？道行不够。哦，对对对。那你上去试试。是不做什么动作呀？
那个，灵尊啊，要不你来试试？你确定就看了一眼？确定。这个，仙界好像不太靠谱。你是今日才知道他们不靠谱的吗？安逸惯了。灵尊！纵使神君行差踏错，我们也不能对诸神灵位不敬啊！没有，我只是想寻找去天外天的办法。但这些灵位上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机关什么的。皇爷爷，灵尊，我看在这儿也寻不到上天外天的办法，不如我们先回去吧。若是下界的神君回来撞见我们在这儿，恐怕之后更难上去了。也好，回去你再想想，除了那一眼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？好像真的就那一眼了，皇爷爷。想不着啊。这一片的落石，应当尽数收回了。这结界还不能硬闯，不然会对行止的身体有所反噬。这家伙真是太坏了，他精通阵法，但凡是阵法，都会有破解阵法的阵眼存在。行止此前在画卷上作画，便补好了远方落石。这结界会不会与画卷有关系？刚才看到的是师傅，这是行止在画卷中留下的，还是天外天中的幻想？这
星矢？不对，他有些奇怪。这是1000年前的星矢，他的故友都离开后的天外天。恍然又见你，清风校园灯亮盏，梦醒时分，谁又轻叹孤单？眼前未见你，沧海无从更辗转，只余星空余年无常难残。像一汪苦水，甘愿沉默不知返，水中月似谁系，入水已怎断？长夜太寂凉，有你方可渡彼岸。这天外天无所求，为你澎湃。真的太冷了。斩断囚笼，只剩续一场梦。春冬星辰，月宿分，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冰封，回忆太汹涌。满目的红，在浪之中相拥。爸爸。娘，爹，哎，我来吧。哎，来了吗？啊，人来了吗？来了，进来吧。望海天尽头，一切终归于凄然。其余乐似幻觉，如朝露飘散，孤立于世间。遥想昨日何为欢，生离死别，无所谈，从无中来，归无中去。人之一生，不过如此。转动星辰，月宿回，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冰封，回忆太汹涌。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世界是换作尘埃一丝，离合最匆匆。宿命哪怕难违，偏要与共。无惧碎裂，花天边一缕风。风起时间翻飞，波心在水边。只有万物同在，同一片星空。他愿归来，遨游碧海苍穹。生死有度，循环往复，一切相会不过幻象，终归是一场虚妄。这三界真无穷。无惧碎裂，花天边一缕风。同起誓言，翻飞中再重逢。仍有万物同在，同一
说这三界他愿归来，遨游有什么意义？苍穹。方才落入画卷的光芒，能让我看到过去的画面。师傅，行止。天外天破碎，山石撞击。方才那光芒，定然不是行止刻意留下的，那是天外天因破碎而出现的缝隙。若还能让我看到过去，这难道还是与时间有关的缝隙？若不是行止留下的，我或许可以通过这道缝隙寻找破局之法，从这结界中出去。都已经1天1夜了，为何这魑魅还未炼制成形？是否供奉之力还有所欠缺了？五行之火，五行之火，五行之火，若能将五行之力融入其中。对了对了，五行之力，凤凰之身，涅槃之体，方能承载无上之力。刘宇，你说把这做成凤凰之身可行？是我们之前的未曾想到的完美之法。如今的材料加上凤羽，辅以10倍的火阵之力，或可成形。凤羽，凤羽，哎，所有五行火之法力。只要拥有能控制魑魅的无上之力，我便可再无所畏惧。这3界就是我的，收吧，收！中了。没事，没事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很安全，我不会伤害你。
刚出世，便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他便是魑魅之王了。日后无论再制作多少魑魅，我都可以轻易掌控了。师傅，您以后还要继续制作魑魅吗？当然，我灵界与仙界终有一战，到那时便是我灵界一登3界巅峰，创盛世盛景之时。师傅，他与别的魑魅不同，因需要人照料，徒儿愿替您照料他，教他学习魑魅功法，以便日后掌控其他魑魅。也好，这些日子我也正好可以研制其他魑魅，以便好生照料他，尽快教会他使用自己的力量。他的名字，为师让你来决定。是。风来，往后你就叫凤来吧。凤来，魑魅之王，我为何会看到这个？坏了，行止回来了。我若要借时间缝隙离开，那便不能将此事告诉行止，以免他将此漏洞堵住。若能说服他将我放走，那便是最好。我回来了。很好，那便适可而止，停止这出闹剧吧。天外天落时，不知可曾殃及灵界？没有。那是最好。如今浮生控制了莫方，隐于暗处，他对虚天渊可能还有图谋。你我在大雪山，在东海，在这天外天，已经耗费了太多时间。我必须要回灵界。这个茶太烫了吗？你不愿意尝吗？行止，你这般求助我，何必呢？你知道我不会永远在这里，只为陪你。为何不能？你知道我为何不能？这么多年里，上古诸神与我，都曾不停地告诫自己与彼此。我们有很多不能去做的事，不能为，不可为。行差踏错，便会离永生无尽的结束。修得正果，则可以化为天下一缕生机。可我们为什么非要在天道搅动的洪流里浮沉？为什么一定要护住3界？为什么一定要顺从天道的规矩？若赐我神明之身，为什么要与我平凡人之心？若要我无情，为什么要给我七情六欲？赐我无坚不摧之力，又未与我无坚不摧之心。天道，他真的是想让神明来护住3界吗？这3界万物，如流水，如沙砾，如浮云，如尘埃。
有什么值得好珍惜的？我若不护这3界，又如何？天生混沌，但上古神于世。上古神拥有至高法力，你是最后一个上古神，所以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我听得太多了。莫要劝我。我没想劝你。世人见你是最后一个上古神，而在我眼里，我知你是一个孤独的人。上古神拥有至高无上之力，天道给了你无上之力，那也同时让你拥有了7情6欲。你的不满、愤怒、薄凉，这些情绪也不是你能控制的，这不是你的过错，只是你还活着的证明。我不会责怪你，因为我相信你。你心中始终有自己的坚持，偶尔的放纵也不是不可。该做的事要做，该说的话要说，该有的脾气也要一吐为快，不负你我尚且鲜活的今时此刻。别喝茶了，便壶酒来。天道若对你不公，你骂天道便是，与这3界苍生又有何干？便壶酒来，我陪你一同骂。